站车厢人潮满满满，大家都人手一袋，但人多掉的东西也跟着多。很多人搭火车都会忘了把东西带走，甚至有人就连婴儿车都忘了带。而其实不只是婴儿车，就连不少的伴手礼，还有冰过的鱼，甚至是土地公的神像，都有人捡到过。知道最近有一个产品很红吗？有，你说的应该是防遗失警报器。你看，买2个耶，钥匙、钱包各1个。你买2个也太少了吧？会吗？不然你呢？看我这边，钥匙1个，手机1个，我包包里面还有这么多个，然后我的脚也绑1个。哇，你也太夸张了，像个宝宝饼要飞了。还好吧？可是这个不是只能1对1追踪吗？不，你错了。它最大的特色是可以多对多群组化追踪。来，姐姐示范给你看。首先，我们先把它的开关打开，之后按下按钮，我们就会互相配对咯。这样哔哔2声之后，就表示说他们追踪配对结束了吗？对啊，你看他们配对的速度很快吧？真的耶！那我等一下回去一定要再多买几个。哎，时间差不多了，我们该走了哦。哦，好啊，那我东西收一收。哎，等一下，你有听到什么声音吗？好像是警报器的声音呢。我的钱包、钥匙，不是我的在响啊。那你看一下我的。哎，是我的警报器在响哎，它灯还一直亮着。真的耶！我钥匙拿了，手机也拿了，我有什么东西忘记了吗？啊，我忘记穿鞋子了。拜托，你又不是灰姑娘，你学人家掉什么鞋子啊？那你在这边等我一下，我回去拿鞋子。拜托，你以为在演现代灰姑娘，还有人鞋子只掉1只了吗？你是想要去寻找你的白马王子吗？我也不是故意的啊。为什么他又在叫？你要不要检查一下身上有没有什么东西又忘记带了？没有啊，我钥匙、手机、鞋子都拿啦。宝宝，惨了！宝宝，你怎么会吃完饭后就把你忘在这？还好有防遗失警报器，才可以让健忘的妈妈想起我，耶！我朋友也有养1只鸟。哎，是吗？是什么？开给你看。你看这只鸟。哎，好可爱哦，是粉红色的耶。对啊，只是我不知道它叫什么。这不是我的钱包吗？是哎。哎，我的钱包被偷走了！救命啊！有小偷！什么？居然被发现了！我是正义的使者，天线宝宝，可恶的小偷，看我厉害！小姐，包包就还你了，不用谢了。饭呢我就带走了，哈哈哈哈哈！哎，等一下，不要走！怎么办啊？我们掉的是钱包，不是整个包包啊！哇，怎么那么多个钱包？哇，看来有很多的受害者哎。幸好我们有这个防遗失警报器，耶！这里那么多机车，我怎么找得到我的机车呢？还好我的机车上面有防遗失警报器，它的 App 附有雷达扫描功能。我现在就让它原形毕露，搜寻机车，开始搜寻。啊，它通知我在附近哦。你看搜寻结果，机车。好，我现在就要用声音让它原形毕露，开始哔哔叫。哦，我好像有听到声音哦。哦，我的机车就在这边，还好有防遗失警报器，可以让我顺利的找到它。各位
评审，大家好，这是我们防遗失警报器的制作流程图，从一开始它的电路图设计到后面的 APP 设计，全是我们亲手打造的哦。一开始我们利用了 Outing Design 这个绘图软体来将我们的电路图所设计出来。这一张就是我们防遗失警报器的电路图，上面这个部分我们选用了德州仪器的蓝牙 IC 作为我们的核心，中间是2个降压电路，其中一个为了的是让电压保持在工作电压的范围内，另外一个是为了让电压降得更低，来达到省电的效果。如果我们防遗失警报器选用了锂电池版本的话，就会有下面这个电池的充电电路。等电路图设计完成之后，我们先将电路焊接出来做测试。这张是我们用开发板制作出来的雏形，用来验证我们的电路是否正确。等确定硬体没问题后，我们利用了 Kenso Lego 这个绘图软体，将 PCB Layout 的设计图画出来之后，请外面的厂商将我们的电路板制作出来。为什么不自己洗板子自己用呢？因为防遗失警报器强调的是体积小，要将体积最小化，只有透过机械才能制作出精细的电路板。而在韧体的部分呢，我们利用了 IAR Unburn Workbench 这个软体来撰写，并且烧入程式进入蓝牙 IC 内。外观的部分呢，我们运用了 3D 列印的技术。透过 3D 列印的机台，我们一步步的将外壳制作出来。最后手机 APP 的部分，我们透过 Angel Studio 这个软体，利用 Java 这个程式语言将它撰写出来。我们本作品强调完全手作，不是去外面购买开发板来制作出来的。最后就请评审来看看作品的介绍吧。